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狐狸，今天来聊一本书《二哈和他的白猫师尊》，出自晋江，原著作者肉包不吃肉，后来呢被翻拍成电视剧，改名为《好一行》。这个很多人冲着原著和主演都非常的关注，比如我，来跟我一样很关注的敲一个2。我从知道这个消息开始就期待了好几年，然后就期待到了现在。哎，真的比我还能割，我就想看个动态的楚婉宁和墨染，怎么就这么难？然后那天我在首页刷到了一个二哈的游戏视频，就有些公司明明能做好动漫，非要去做游戏，就这建模、这配音、这画风，我就为了看个动画，我玩了2天游戏。那今天正好给你们讲一下原著中楚婉宁和墨染的故事。墨染这个人物真的，我一开始看这个书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墨染垃圾，囚禁侮辱师尊，就比傅慎行还离狗子，就这种人重生了也不配得到师尊。但是看到后面我就师尊，你回头看看我们家狗子。这个你们不能说小狐狸我立场不坚定，它跟作者的叙事手法是有关系的。很多人也纳闷，为什么好多人都说墨染0.5、1.0、2.0呢？这咋还分版本呢？这里小狐狸就给大家按照时间线解说一下。首先是墨染0.5版本，也就是前世的墨染。前世的墨染深爱着自己的师兄师妹，然而在天烈之战中，师妹重伤身亡，墨染痛恨楚婉宁袖手旁观，不救师妹，因此恨上了楚婉宁，整个人愈发狂躁阴暗，最终疯狂如斯，将所有人炼成真容棋子，血洗仙门百家，把楚婉宁囚禁于红莲水榭，将曾经纤尘不染、犹如仙人的师尊楚婉宁踩在脚下，百般折辱，并自封踏仙君。8年后，楚婉宁死在踏仙君的怀中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是我薄你，此生不愿放过你自己。”当时我看到这里，真的想对墨染说一句：活该，楚婉宁摊上你真的倒了8辈子的霉。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，真相也浮出水面，我明白了，作者要虐的从来都不是楚婉宁，而是读者。这一切都不过是师妹的一场布局。她为了救自己的主人，听从魔族的命令，要造出一柄杀人利器，以鲜血打开2界之门。她有一株花，名为八苦长恨花，种在人身上会使人忘爱生恨，将最爱的人当成最恨的人，忘却所有美好回忆，失去理智，变得嗜血狂暴。跟你们讲通俗点，就是种了这个花之后啊，人的智商就降低了，除了杀人，啥理智都没了，变成了人间杀神，造下无数血债。人界血流成河，能量够了，2界之门就能打开了，师妹的族人就可以回家了。而师妹的目标就是楚婉宁，她要把这朵花种在楚婉宁身上。正当她想对闭关修炼的楚婉宁下手的时候，蓦然发现了，年少的少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他只知道不能让师尊受到任何伤害。他对师妹说：“我可以代替他，成为你想要造出的杀人恶魔，换我吧。”这一换，便换走了曾经的阳光少年，换来了人人畏惧的踏仙君。曾经的蓦然单纯善良，会央着楚婉宁学习法术，只为了保护蚯蚓，会记得那个在大雪天给他1碗粥的哥哥，会记得母亲的叮嘱，不要报仇，去报恩吧，还会说自己要帮助天下的穷人。然而待楚婉宁种了8苦长恨花之后，他忽视了世间所有的好，忘去了掌门夫人给他的溏心蛋，忘去了凶巴巴但护着他的薛蒙，也忘记了他不顾规矩折下来要送给师尊的那只海棠花。他想对师尊说，他知道错了。8苦长恨花种在他身上，他知道自己要变了。他想去抓住昏迷的楚婉宁的衣角，可怎么也抓不住。一觉醒来，他只记得楚婉宁因他折下海棠花说的那一句“性本劣，志难着”。师妹假死以后，蓦然越发偏激，他恨楚婉宁，忽视了所有楚婉宁对他的好。面对楚婉宁送给他的抄手，他只留下了东施效颦4个字。蓦然走上了本该属于楚婉宁的杀人魔头的道路。他杀尽天下人，受尽天下人的唾骂，成为了人人憎恶的魔头。无意中知道真相的楚婉宁修习禁术，来到了平行世界。蓦然刚被种下8苦长恨花那一年，将自己的地魂撕裂2半，一半给了另一个时空的蓦然，一半留给了另一个时空的楚婉宁，为的就是压制蓦然体内的8苦长恨花，防止悲剧重演。办完这些之后，他回到了踏仙君的身边，将自己剩余的2份残魂给了踏仙君之后，七窍流血而死。蓦然从未想过他的师尊会真的死去，真的抛下他不管了。在余后的2年，楚婉宁的残魂和8苦长恨花的药效一直在相互争斗，踏仙君基本就处于一种疯了的状态，他不在乎一切，只在乎楚婉宁。他把楚婉宁的尸身保存好，在薛蒙登山的那一年服毒自尽，结束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茫然的一生。而后蓦然重生到另一个世界，也就是二哈的开篇第1章，这也是大家所说的蓦然 1.0。然而蓦然 1.0 还种着8苦长恨花呢，他就觉得自己喜欢师妹，怎么看师尊怎么不顺眼。即使在彩蝶镇和师尊成亲，那也只是任务需要，我的心里只有师妹。他就想保护好师妹，别让师妹再死于非命。在天烈之变的时候，他让师妹先走，代替师妹跟楚婉宁共同缝补天烈。结果当然，他跟前世的师妹一样重伤在地。那一刻，他希望师尊看看他，哪怕不救他，只要回头看看他，看他一眼也好。然而没有。
他眼中的师尊从未施舍他一丝目光。蓦然醒来后发现，哎，自己没死，师妹也没死，简直皆大欢喜。然而师尊死了。楚婉宁最在乎的便是漠然，天烈之变，漠然受了多重的伤，楚婉宁就受了多重的伤。死生之巅3000长阶，冰凉入骨，却是楚婉宁背着漠然一步步爬上来的。3000长阶血未尽，那是师尊带他回家的路。一听这，莫小狗不干了，我要救回师尊！地府抢了师尊的魂，我就去抢回来。在找寻楚婉宁魂魄的时候，蓦然发现，原来当初那晚让自己爱上师妹的抄手，竟是楚婉宁做的。原来他至始至终爱的都是一个人，从未变过。也知道了当初那一句东施效颦究竟有多伤人。鬼王不放楚婉宁的魂魄，蓦然就是一句：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了，于情于理，我老婆我带走，想抢我老婆没门儿。鬼王一看，哟呵，他俩还真成过亲，鬼界盖过章扯过证的那种，那走吧。蓦然带回了楚婉宁的魂魄，5年之后楚婉宁就可以复活。此时他对楚婉宁已经没有了怨恨之心，但在八苦长恨花的作用下，他依旧觉得不，我爱的是师妹，我对师尊只有尊敬之情。不，畜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，笑想师尊呢？就八苦长恨花是不是别名针对性允丹啊？狗子，你就不能直面自己的心吗？5年后，楚婉宁复活，蓦然归来，已经成为了人人敬仰的莫宗师，也就是大家说的蓦然2.0。经历了一番波折后，这两个人可算是相互告白，甜了那么几分钟。哎，真的就只有几分钟，我这边看书还没体验够呢。啪，踏仙君来了。是的，没错，那个前世把楚婉宁酱酿的踏仙君破碎时空来了。原来师妹利用踏仙君把那个世界的人杀了之后，发现哎血流的不够，他就想让踏仙君把这个世界的人也杀了，好打开魔门。楚婉宁也恢复了前世的记忆，知道了自己布下了这么一场局，也知道了前世的一切。就我觉得重生嘛，别光你蓦然一个人重生，那对楚婉宁多不公平。要重生，俩人一起重生，对吧？哎，这才叫刺激。且不说蓦然2.0和楚婉宁，单说突然而来的踏仙君，他看到了这边这个蓦然居然能跟师尊处得这么好，还相爱了，他酸呀，酸的不行，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条酸菜鱼，又酸又菜还多余。哦不，踏仙君可不菜，他顶着蓦然的脸屠遍了仙门，给蓦然拉了一波仇恨，害得蓦然直接被关到天音寺挖出灵核。这个挖出灵核对蓦然来讲，可以简单理解为挖出心脏，人就直接没了。蓦然2.0死之前，将自己的记忆都给了踏仙君，他希望踏仙君能知道一切真相，知道师尊曾为他付出所有，背着他爬上3000长阶，知道当初那个送他周河的哥哥就是楚婉宁。在这一刻，蓦然0.5与2.0版本融合了，变成了蓦然2.5。此时师妹抵上2界血海，加上自己那条命，打开了魔界之门，送自己的族人进入了魔界。而打开魔界之门，却引来了灭世的洪水。面对这场洪水，楚婉宁与踏仙君联手抵御。这一刻，他们心手相依，是前世的楚婉宁，也是今世的楚婉宁，是踏仙君，亦是莫微雨。两个人两世魂魄，在此刻不分彼此。到这里就是2哈中楚婉宁与蓦然的剧情了。当然，2哈讲的绝对不止这两个人的爱情，还有很多其他非常有魅力的角色，比如师妹、叶望西、南宫寺、薛萌等。你们可以去看书，也可以去玩这个《倩女幽魂》手游，因为《倩女幽魂》跟这个2哈联动了，出了专门的剧情线。我玩了2天，可以说这里面无论是配音还是人物模型都非常的合适，包括游戏例会，分分钟戳我的心脏。踏仙君的例会简直帅爆了，可以说剧情基本都是按小说走的，比如彩蝶镇大婚、月下告白、长街血未尽等名场面都有，还有专属的人物和剧情例会，就是可以当成动画看的那种。就真不考虑出个动画吗？以及这里边除了楚婉宁和蓦然的例会外，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师妹的例会，真的一看就是那种很干净的白莲花的帅哥。就是你们单看我这期视频会觉得师妹是一个反派人物，但你看完整部小说就会发现，其实师妹是一个面容很干净但又很悲情，看似柔弱却不失男子坚毅的一个人物。她身上背负了太多，她也曾善良温柔，也曾喜欢楚婉宁身上那份干净，可最终她选择了为自己的族人蝶谷美人席谋一条生路，哪怕搭上2个世界与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。蝶谷美人席苦吗？苦。被仙门当畜生般豢养，被牺牲的仙门百家苦吗？苦。蓦然与楚婉宁更是苦，或为一人，或为苍生，缘炉参商。若楚婉宁未曾发现八苦长恨花，若蓦然最后没有身负蝶谷美人席之血脉，他们的故事也会以悲剧收场。这也是2哈能被改成电视剧的原因之一。楚婉宁和蓦然身上背负的不只是情爱，更是一种命运使然。2哈这本书可以说并没有十恶不赦之人，众生皆苦罢了。除了踏仙君，他是酸的。其实关于楚婉宁和蓦然之间的羁绊还有很多细微之处我没有说，比如后半部分踏仙君和蓦然简直大型我吃我自己出现场。身为傀儡的踏仙君想用自己的躯体去温暖楚婉宁，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，可哪怕是一个傀儡，他心中的执念依旧是保护师尊。就2哈这本书前半段虐楚婉宁，后半段虐莫微雨，整天都在虐读者。
他起一个看起来跟傻白甜似的文名“二哈和他的白毛狮子”，骗了多少人？行了，今天就聊到这。大家对游戏感兴趣的可以去玩一下，到了30级就可以走剧情了。它这个游戏是类似于角色扮演那种，可以置身其中，沉浸式的和人物进行交流。就我也没想到啊，有一天我还能跟楚婉宁对话。当然，只要你胆子够大，调戏踏仙君什么的也不是不行。好了，这里是北极小胡2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么么哒。仙君，我看了你好久啊！我叫漠然，这里我最喜欢你，我就拜你为师吧。说什么？楚宁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楚宁，我恨死你了！从前是师父没有保护好你，混沌！如今我来救你，混沌！我去助师尊封印结界。师尊，楚婉宁，你是木头村的人吗？你不会难过没有死神的，对不对？楚婉宁，你回头看我一眼。原来在楚婉宁心里，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比莫微雨。真是杀了，把你从尸山血海中拖出来，背着你，一步一步爬上死生之巅的台阶。但这个人我是要带走的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为了他，竟敢闯进我行宫里头撒野！他是我师尊，师尊而已吧。师尊，我喜欢你。